我记得你刚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你对收入的不稳定性是蛮恐慌的，但是现在你收入管理的理念已经在一个很成熟的程度了，觉得这个转变是哪里来的？现实的毒打吧。我特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增加自己做饭的次数？因为你就是一个不做饭的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看到你写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flag，叫做留长发。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钱肯定是最容易给你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吧。我以为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感觉这1-2年好像长内容要回来了。可能大家也意识到我们一直在吃零食和吃垃圾食品。你说是不是人类的本质就是轮回？开始录这一期之前，我是真的没有想到2个不上班的人能够就什么制定年度规划和年度回顾聊这么多的点出来。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转入支线，我是 Manson， 我是卡西。那作为2个新人主播呢，我还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我是一个长期的自由职业者，从事撰稿人和时装博主的工作。卡西呢，他之前是一个资深的职场人，但是也在今年10月底的时候暂时结束职场生涯，决定转入支线，转入支线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播客会分享我们在不上班的过程中的经历和想法，当然之后也会扩展到像是生活方式呀、文化消费呀等等的领域。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是怎么样决定不上班的，可以去听我们第1期播客的内容。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对于不上班的人来说，年末是否还要做年终总结，以及怎么样给新的一年定 KPI。 那我们这期展开的方式会先彼此 check 一下对方之前给2025年立的这些 flag 有没有达成。第2个部分就会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去制定我们2026年的新年计划的。 OK， 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闲聊2句，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一个公司里面做年终总结了。我很好奇现在的公司做的年终总结有复杂到什么程度？按我的前司来说的话，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疯狂的写自己的年终总结， HR 会设好很多的 criteria， 包括了比如说价值观的领域，你的每天纯的业务领域，以及你今年年初定的目标是否对应有完成的一些东西。以前我每年最痛苦就是在写这个回顾，因为有时候真的还蛮虚的，比如说价值观你到底今年怎么体现了，其实挺虚的，对我来说一直很苦手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能体现在数字和报表上，它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你让我再延展去写一篇长篇大论，我会觉得很痛苦。我以为公司只要看数字和报表。其实不是，至少我们公司不是，我觉得有很多务虚的层面在里面。而且按我所了解的，其实很多的大厂所谓的写周报、月报、季报、年报，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务虚的成分在里面。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创意写作大赛。所以其实 ChatGPT 的出现在这个领域就是大大有作为。你给他一些事实的东西，这种什么上面雕花的工作，它可以就是 AI 来完成。但今年非常开心，就不用再干这种为做而做的事情。你们每年定下一年的 KPI 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吗？会比较难受，因为公司会有一个大的公司层面的今年的一个战略方向，然后可能我老板去拆解他的战略方向，我们下来就层层拆解。问题在于上面是非常虚的，越到上面是越高屋建瓴的一些战略方向，但是我们做的又是非常的 down to earth 的事情，我们就是面对直接的市场、直接的用户、直接的产品，怎么把这个很虚的东西跟你这个很现实的市场层面的东西挂钩，变成是一个新的你可执行可达到的 KPI。 其实我觉得真正烧脑的是在我们这个层面，不是在老板的层面。今天我们来开启这个话题，我也非常的好奇，一个不上班的人是需要像我们以前这种牛马一样，也要给自己定 KPI，也要来回顾一下今年有没有完成这些 KPI 吗？你有这个动作吗？肯定是要有的，而且我是觉得不上班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动作，因为不上班了以后，你的时间流逝是很不知不觉的。你有时候一个季度莫名其妙就过完了，
有可能你1年也莫名其妙就过完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都没有给到自己一定的回顾和目标的话，就很容易在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一直停滞在一个地方。可是你是一个博主，你每一天，或者说你每一周，你的发布内容、你的合作，或者是你自己的创作，其实你是有很明确的节奏的。对你来说，也存在时间会不知不觉流逝这件事吗？会呀，比如说我12号有个采访，我15号要交个稿，我20号要拍个东西，很多时候我对于星期就是没有感觉的。你从这种小事再放大到一整年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日子就这样流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自由职业者定这些东西有一个好处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定，他不用是公司给你的那一套模板。对，比如你可能觉得数字化的东西你还方便一点，但我就很怕去做图表啥的，那我就可以不从这个方向。刚好我们要聊这个话题，我翻到我之前有买过一本书，它叫清单，它其实是记录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议题上列的一些 list。比如说我这里标了一个玛丽莲梦露的，她给自己写的新年计划有12点，全部都是我要干嘛我要干嘛，它没有任何量化的东西。是我选几个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要按时去上课，因为他当时是斯特拉斯伯格的演员工作室的一名学生，所以他给自己的清单写的是要按时去上课，自己报的每堂课都要参加，不准失败，不错过任何演员工作片场。反正他写了很多，你会发现有些是重复的，或者都是跟上课有关的，但是他写出来这个东西对自己就是有一定激励的，你不需要非常有逻辑性，但是你得去写。还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和我不喜欢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做年终总结和年初计划很好的方式。像我在23、24年的时候，我的方式都一样的，我写一个 less， 写一个 more，我就把 less 下面填了一堆的单词或者是短语 more 又写了一堆，比如说 less 里面就包括减少驼背这种很细节的事情。这种写法是很私人的，但是你会给自己很大的启发就够了，而且是摆正一个方向感。对对对。其实像我的话，我公司要求我做的 KPI 和年度回顾当然是按公司的模板来，但其实我今年也是在2025年年头的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私人的小清单，小 flag 清单，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几个词，跟你刚才说的这个有点像，就是什么要多做，什么要少做。我跟大家念一下，第一条我写到放慢工作速度，减少工作的项目，降低对工作的在乎程度。这3个加起来，我觉得我年头的时候已经在铺垫一个不上班的心态和准备了。你当时已经有预感会发生这件事吗？对，我当时其实已经是对上班的意义是非常的质疑了，所以我会想要把占据我的有效时间和有效心力的这些东西，就当然我觉得它是没有意义的，以后我也想要尽量的去把它清掉一些。另外我就写了什么叫 more， 就是增加阅读的时间，增加我练琴的时间，练字的时间，我瑜伽的时间。这个就是如果我可以清掉一部分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上班的东西之后，我空出来的时间和心智我要来干嘛。我还写了我要继续喂我的小鸟，我养了6只小鸟，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跟我的小狗在一起，我还想骑马。那这3个就是我跟动物之间的关系，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跟动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互动来更爱这个世界，更了解一个除了自我之外的世界是怎么样子。接下来就是泡茶，我觉得泡茶是调节我的状态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以把我的节奏拉回到一个很静的很从容的状态。这个跟喝咖啡进入到牛马状态又不太一样，就是茶和咖啡的本身文化上暗示的属性对我的一个心理暗示，对它的这个运作系统其实是差不多意思的。对，喝一个东西你就会进入一个一个状态，就是调整的状态，就不是喝咖啡的状态。我可能想今年慢慢的进入到喝茶的状态。还有一个比较应该是完全没有做到的年初这个我真是我写了说要增加自己做饭的次数，但是其实我是炸厨房的一个选手我来问你，我看完以后我想问你的东西哦。首先你开头有很多减少工作相关的东西，但你当时还是职场人哎，你说减少就能减少吗？其实非常难，因为你还在这个系统里，很多东西身不由己，而被绑在这个车轮上往前滚。但是写出来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一个意识，就是我有这个意识了，在我可以控制、可以 say no 的时候，我要去控制，我要去 say no。但是这个程度确实是非常的难。如果我还在这个系统里面，该开会还是要开会，这个时间就是固定的，你该写多少 PPT 还是写多少 PPT，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那就是说这3点，如果你今年年末的时候没有彻底不上班的话，就属于没做到啊。也算做到了，因为比如说我今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去跟我们的 HR 去谈了一个工作的节奏。我以前可能你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公司在美国有时差的关系，要跟全球的同事开会，我一直是处于一个每天的早上晚上都在开会的状态。我今年的一个尝试就是去跟公司谈，说我可能只有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这3天我会去开这种跨区域有时差的会。那么至少礼拜一和礼拜五的晚上和早上我是不开会的。虽然是一个很微小的调整，但是这是我去践行这个 flag 的一个努力吧。这个听起来蛮有效的。哎，你有养狗这一点，他的狗叫张曼玉啊。我的鸟叫张三丰。对，他们家的姓氏继承。他是今年养的吗？对，我其实这个决定是去年做的，但是狗子接回家是今年的年初接回家的，所以算是今年开始有养狗这个动作吧，把狗子纳入到我的生活轨道中来了。这是一件大事哎，今年的高光。这个非常好，就每天都要说谢谢小狗10000次，因为有了小狗之后，我的作息就会变得非常的规律，因为小狗会带着你早睡早起，小狗会带着你出去散步，小狗会告诉你什么是健康饮食。对，不要高油高盐。对，人家就说健身减脂的时候，你怎么想象你吃什么，你就想象狗能吃什么，你就能吃什么。对，真的狗吃的是比我吃的健康非常多。是的，我们后面可以也开一期聊一下宠物，因为我也有宠物。聊聊你的小乌冬。对，我的猫叫乌冬。OK， 我特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怎么会想到要增加自己做饭的次数？因为你就是一个不做饭的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因为我其实还是一个跟健康有关吧，我觉得我的工作节奏实在是太密集了，太侵占我的健康空间了，所以我一直在大量的吃外卖，而且是可能很多时候是不规律的在吃外卖。我就希望说，我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健康更负责的情况下，我应该吃一些健康的食物，我是不是应该通过自己做饭来保证一个规律的时间去吃饭。人完全做不到，在我工作的状态，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现在的所有的上班族，就算你6点钟准时下班，你算上通勤时间，你到家已经是7点8点了，你在做饭8点9点，就算你晚上不开会，你其实也没有这个空间去照顾好自己。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失败的 flag。 这1个月你没上班了吗？我感觉你有真的开始自己做饭了。对，我这1个月不上班以后，我就开始再次的尝试健康饮食，开始可以做一些水煮菜，不要求厨艺水平，但是是可以保持一个营养的均衡的健康食材的新鲜的一个方式。这个尝试还是在一个很初步的阶段。那看来你26年应该是能坚持这件事的。我觉得减少外卖的次数是可以做到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2025年完成的情况？我的情况，就我的 flag 其实写的很少，我只有5个点。第一个点是我每年都会写的，我会规定自己这一年的年收入要到达某个数字。我以前是觉得我要稳步增长我的收入，但是最近有3年我写的这个数字其实都没有变过。原因是因为你不想增长收入吗？我觉得我涨不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还要想着涨多少多少，不是很实际，反而能够维持到一个还 OK 的数字，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我记得你之前提过，你刚开始做自由职业的时候，你对收入的不稳定性是蛮恐慌的。但是现在你的收入管理的理念已经在一个很成熟的程度了，你可以不去追求说我每年都要增长。你觉得这个转变是哪里来的？现实的毒打吧。不是你自己控制，就是说不是我自己控制，是我接受了现实。因为
比如说，我也聊到过，你上一份工作结束后，你会拿到一些资源，你就可以接到很多 freelancer 的活。我现在刚好是处于我上一份工作，就是那家广告公司所拿到的资源，在25年基本上全面退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我25年是一个要找新的收入机会的年份。我其实可以跟大家说的具体一点，我在25年前还是会做一些广告类的文案以及广告类的策划的，基于我上家是广告公司。那这一部分的工作其实它收入性价比还可以的，因为商业类的东西都是会稍微高一点。那同时我还给杂志写稿，但杂志的稿件的收入其实就可能杂志的工作更多的是个人品牌的建设。对，一个是你热爱这个行业，另外可能别人看到你给这个杂志写稿，那我来找你写商业文案，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我25年我广告这一方面的资源会慢慢的淡去，另一方面杂志写稿的资源也越来越淡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杂志也不太行了。对，我从我自己身上找原因了，一个是我相熟的几个编辑他们也换工作了，最直接的一个原因。第二，我也上年纪了，我不能随叫随到的写稿，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别的一些工作安排，所以当编辑说明天就采访这个人，后天就给我稿子，这种活我有时候我就接不了了。那你多接不了几次之后，可能人家慢慢也就不找你。是的，其实这个行业的新鲜血液是很多的，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找我嘛。我有这个预感之后，我当时手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我的小红书业务，所以我就费尽心力的要去把我的小红书做得更好，收入的比重更拉上来一些。我回看了一下我这一年的小红书，确实是一个从兼职博主转型到专业博主的过程。比如说我以前拍照就是朋友帮我拍2张，老公帮我拍2张，那我今年尝试到了去真的约摄影师来给我拍照，包括年底的时候也签了 MCN 公司，都是在往这个方向系统性的转变。所以这个就是上一期我们讲到的自由职业者，你在上一阶段的资源枯竭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去布局下一个能赚钱的能长远工作的东西。这个是你在25年的年头就已经开始布局，你要从一个多面手，然后转为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博主这个身份。对对对，博主这个身份我们不可避免就是要谈到粉丝量的问题。这方面你有 flag 吗？有啊，你看我第2个写了我粉丝，我记得我想的是今年要到6万，你现在呢？还不到5万。也很厉害了，因为小红书涨粉是很难的。问题是在于我现有的这个粉丝数也维持了1整年了。对，确实涨粉会比较难，但我也有反思了什么问题，所以我明年还是希望能把这个粉涨上来的。但这个要展开聊的话就太复杂了，我们就先不聊了。然后我看到你写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flag， 叫做留长发。对，我现在展示一下我的头发到这个位置了，就是锁骨下方。纯音频平台的朋友们，我们还有视频播客，大家可以感兴趣就一起看一下。我觉得留长发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有多难？作为一直是长发的我来说，我觉得有多难？为什么它会变成一个年度的 flag？ 尤其是你去年总共也只有1、2、3、4、5个 flag， 占据了20%重要性。真的耶！我之前留短发差不多有10年了，而且我自认为，并且周围人给我的反馈就是我留短发是好看的，是很灵动的或者很时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留长发，你首先要经历一个尴尬期，是这个尴尬期你就会觉得好丑，我忍不了了，我想剪回去，因为我剪回去也是好看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你会在大家都说短发很好看的情况下，决定要留长发呢？因为短发呢驾驭的时装风格其实它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我短发的时候，我要么穿很时尚的或者偏年轻一点的衣服是好看的，但是如果我穿那种很 lady 的衣服或者很干练的西装，就会过于凌厉了，很像微商。或者就是很厉害的女企业家，但我并不想传递出我是一个女企业家，因为我本来也不是。但是长发你就可以每一个风格都能驾驭，大不了梳起来或者披散下来。所以我是为了想换风格，所以这个 flag 也跟你的博主的身份是有一点挂钩的，是有点挂钩的。但同时我是想要试验自己能坚持一件事情的能力，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善变，对，蛮善变，3分钟热度的人。所以我就想有一件事情我下了决定，我就是要做它，不管周围的人跟我说什么，我就要做它。我能不能用这个当一个例子。对，可能是因为你是一个博主，尤其是fashion 领域的博主，你对形象是时时刻刻在意的，所以对你来说，你会每天都在想是短发还是长发还是什么发型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留长发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懒一下就可以了。从形象的角度来说，头发就是一个人形象很重要的一个点，它体现你的气质。很多政客他不是都有一个发型政治的问题吗？之前的像铁娘子啊，或者现在像 Trump，他们的发型都是固定的，并且展示了他们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所以不变的头发或者符合你当下状态的发型是一个一定要考虑的事情。明白。那其实我感觉你前3个 flag 都是互相关联的，都是跟你在今年最开始说我可能要转成一个更专业的、更专注的博主身份是有些许关系的。那么第4个 flag 去巴黎是不是也跟这个有点关系，还是更 personal 一点？我们是在疫情前本来计划了2020年去巴黎的，就没有去成。后来一些断断续续的封锁什么的，就一直没有去。我觉得它可能标志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之前这一个时期，大家都觉得自己生活经历了一次冲击，不管你是停滞了也好，倒退了也好，还是转向了也好。那当我重新把口罩期前决定要去的地方给它去了，有一种我又要重新回到正轨的那种暗示。可能我看到你的一个 flag 还蛮虚的，跟留长发这么具体的比，这个 flag 叫做发展一个40岁还能做的长远事业，就突然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怎么立的这样的一个 flag？ 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叫40岁还能做长远事业。比如说我做博主，你觉得博主是一个40岁还能做的吗？我觉得是。但是是什么样的博主40岁他还能做呢？可能应该是一个更有个人积淀的博主。对对对，因为我最开始起号的时候是一个很无心插柳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还在上班，我每天出门前就对镜自拍一张我今天穿了什么，它就获得了还不错的反响。那所以我起号的时候我是一个穿搭号，但穿搭这件事情它是没有你刚才说的比较有积淀的或者个人 IP 的，而且穿搭虽然也会考虑到你这个人的审美啊品味啊，但他也会看你漂不漂亮，年不年轻，当然对，以及而且永远有不断的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对，而且他还区分到你的风格，比如说你是一个大众都比较容易接受的风格，那么看你的人就会更多，你的增长就会更快。如果你是一个很小众的风格，那其实关注你的人也就那么多了。所以我是希望我能把这个穿搭号的状态给扭转过来的。我们以前在媒体非常熟悉一个东西叫 KOL， 我想做一个 KOL， 我想要更多的去把我可能在时装专业的东西，在阅读写作方面的东西融入到我的这个号里面。因为我之前时装专业的东西我都是写给媒体了，那我现在希望把这些东西都发展出来。到我40岁的时候，我可能不是说要去展示我的外貌，而是去展示我的审美、我的品味，我对于这些东西的理解。我觉得40岁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点，因为你写了很具体的，就是40岁还能做的长远事业。但其实我们现在的年龄距离40岁不是很远。我很想问一下你的进度条去到哪？先这么说，就为什么我写的是40岁而不是50岁60？对，就像我刚刚说 KOL， 我是愿意说40、50我都还做的，但是也许50之后呢，我还想做 KOL， 天天到处去拍照或者干嘛嘛，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那也许50岁我就是想做一个自得其乐的作家，所以可能在我进入40岁之后，我会更加发力的往作家那方面去跑。那我现在在30几岁的时候，我就更加发力的往 KOL 这边去跑吧，可能是这样一个想法。明白。那你现在在做博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在扭转原来的穿搭博主，然后往更多的意见领袖的方向去走了，是吗？对，我今年是有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我有另外再开了一个账号，是做我的时装随笔或者时装专栏类的
专门的写作账号去输出一些内容，也许长期积攒了之后，仅是考虑把它编辑成书，这种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长远的布局。那你今年基本上所有的 flag 你都算是完成了，除了粉丝数。但是你看到我在这个长远事业这里，我是写了一个半勾，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件事了，我新开的那个账号我开始写了，且流量反馈还不错的，但是它没有做到我想象中的那么深入。什么东西阻止了你把它做成有体系的事情？你要这么灵魂拷问我吗？干扰太多了是吗？我觉得这个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也是一个点啦。你今天来了一个你可以赚钱的单子，不管是写一篇稿还是拍一个东西，你就会先着急把这个事情做完，然后你会渐渐的发现，其实每个星期每个月都在为了这些单子而奔波。但是你前面第一个 flag 就是收入管理嘛，我理想状态就是当你有一个很成熟的收入管理的时候，这些单子对你的干扰就会少一些。你觉得你达到这个理想状态了吗？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因为我定的这个数字它不是一个基于我可以少接单而定的数字，是一个基于我努力还能够到的数字。就你还是一个跟着市场定的数字，而不是跟着个人规划定的数字。对对对，你这也启发了我明年我要花多少精力在这些单子上。但我不行，我们第一期说了我有房贷压力哈。因为收入管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觉得完全后面我们还可以有别的角度来讨论回这件事情。还有你的这个灵魂拷问是在于我这个人执行力有点差，这个你也知道的。但是你已经做到自由职业这么多年，然后做到一个收入比较稳定的成功博主了，你的执行力其实是高于平均水平的。那我为什么没做成这件事？你觉得？你给我整段看。我觉得就像我没有做成做饭一样，每个人不可能今年的所有 flag 都能完成，我觉得这个太难了，总会有一些完不成，不然就不叫 flag 了。但我觉得有个人一起做会对我来说好一点，所以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录的这个播客，这完全是我今年计划外的。但我觉得跟你两个人一起，我会非常的 on schedule， 你发现没有？虽然我们会互相督促，对其实是互相在鼓励，这个是团队的重要性。对。那2026年，我看到你还是要做好收入管理，对吗？每年一定要做收入管理的。我发现我是一个很看重钱又很不看重钱的人，我会给自己定一个我心里能接受的收入数字。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我会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生气，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金钱对我是很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只想赚钱的那种人。如果是，可能我这个数字会高很多很多，然后我会去做很多赚钱但没有那么让我开心的事。但介于我如果达不到那个数字，我会很不开心，所以我每年必须要定一个数字，并且努力完成它。我基本每个季度会看一下我是否分季度达成了我的小目标，如果没有，我就会猛猛冲一下这样。就你也有自己的季度 KPI？ 有。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钱肯定是最容易给你安全感的一个东西吧，因为自由职业者你肯定想要给自己找一定的安稳感，可能会有各个方面的安稳感，钱是最容易且最不容置疑的那一个，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把钱这个事情想清楚。我以为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自由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是钱和安稳感就去上班了。自由也是相对的，首先你自由职业者，你还是个职业者，但是自由的，但你不是一个就纯玩的人。既然你要做职业做工作，就说明你是有要获得收入的必要性的。如果是梵高呢？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有意义，但是他的工作不能用收入去衡量。如果你是下决心说你要做一个艺术家，你可以去。如果你未来要做文学家，对，我可能没准哪一天会到那样一个阶段，我跟自己说，我今年可以不赚钱，我可以把我的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我今年就是要潜心创作，可能会有那样一个阶段，但我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一直是一个世俗标准和个人理想每天在打架的人。我相信大部分的在听这个播客的人肯定跟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没有去到有才华的像梵高或者其他艺术家这样，但是
对钱还是需要的，但是对自由也是需要的。那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可能也是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或者是心法，或者是方法论，可以让我们在职业和自由这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平衡吧。对，可是你有很熟悉梵高吗？如果他现在他可以接一些单，他可以画一个商业插画赚一些钱的时候，他会去画吗？我其实不太了解艺术家们，我只是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为了自由而放弃了上班这件事，但是我又被收入给束缚住了，我又不自由了，那我为什么不去上个班呢？那比如说做编程的人，他可能向往的自由就是他可以坐在巴厘岛去编程，而不是坐在一个办公室去编程。这也是一种快乐，但不代表他就对他的收入没有要求。好，我感觉你2026的 KPI 的结构跟2025特别像，因为你又提到了粉丝数，你能具体的说一下吗？我就是还想达到我曾经设定的6万。我在前几天也跟我的 MCN 公司聊了一些方向，我觉得是很可行的，所以我现在很有冲劲去做一些更好的内容。那么我相信这些内容还是能够吸引到一定的涨粉的。我没有把涨粉量定得非常的夸张嘛。你写了你要学习视频，做视频。我看你平时其实也有发一些视频的内容，那这个点有没有具体的方向？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已经做的视频是一些蛮基础的视频，可能在拍摄的设备、打光、脚本的策划、剪辑方面都是蛮简单，大家要上手都能上手的那种。前段时间我的公司的人就跟我发了一些参考，他就说你看这位博主做的这种类型内容非常好，我觉得你也可以做。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我做不了。我的视频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会刷到今天来给大家录一期好物分享，那可能你就是对着镜头一个固定的机位。那他们给我发的参考是一种接近电影感的，或者以前我们在公司做的大牌时装屋做的一些微型广告的那种感觉的东西。为什么他们一说我就说我做不到，是因为我看到那些内容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专业学视频的人才会做的事情。这个人背景肯定就是学电影的，肯定就是学视觉表达类的，他才能做这样。我专业是做文字，为什么要在视频上去跟那些专业做视频的人比？对，为什么呢？很现实一个回答就是小红书要看视频，或者说社交媒体都要看视频，包括我们现在录这个播客都在录视频播客了。视频肯定是一个长远的，你要在社交平台做事情要学会的技能。那么我就发现我以前有一种我不知道算效率导向还是自我坚持导向，觉得我是擅长做文字的人，我就把文字这件事情给做好。我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还要再去学另外一门方向的东西呢？我能学到多好呢？对我的事业能有多少帮助呢？我不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你这几个问题都问得很精准。你为什么你未来是要走纯文学的，如果是最理想的状态，你为什么现在要把视频做到极致？是不是做一个平均水平的视频就够了？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拍成时装屋或者电影感对你的事业有多大的帮助，你怎么评估它？你刚才这几个问题其实都挺对的。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40岁、50岁、60岁这个话题，新的技术出来，新的东西出来，永远有一帮非常年轻的人，他可以迅速的上手。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一直去追逐这个趋势？这几个问题我蛮想听你聊的。像我这种还是很小体量的博主，你的创意原点一定是自己提出来的，你很难说是已经有一个团队把所有的创意都想好，你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站在那儿去拍完它就行。你也不想做那样的事情，很无聊。所以如果你想要能够从创意上开始到后期你能评判人家给你剪的对不对，拍的好不好，你必须要先学。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要学到能够人肉斯坦尼康去拍一个很好的东西？那不是我要学的东西，但是我至少要迈进这个领域去知道。第二个点是，我觉得你可能想问的是，我为什么不专注就搞文字，而是要跑来搞视频？这个可能还是回到我这个人身上一直都很矛盾的这个点呢，就是文字跟时尚，写纯文学跟做 KOL， 它其实你如果选一条路走到黑是比较好的，会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但凡要在某个领域做得比较优秀，其实是跟投入的精力时间是非常相关的。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聚焦，可能会非常的困难。但我现在我只能说我下不了决心
或者这么说吧，我甚至可以暂时把纯文学的想法搁置5年，我就不想它。这5年我就专心做时尚相关的写作，时尚相关的视频。但我反过来，我现在没有办法下定决心说我把时尚这块放掉，我就去埋头过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去磕我的文学。所以其实是不是我讲的直白一点，对于你现在来说，你去做时尚，你去做视频，更容易有把握看到效果？是的，相应的来说，我现在把这块放弃掉，我的成本也会更大，因为你的这个号在一个增长期，你不要它了，你失去的东西你后面要捡回来是很难的。但是文学也许它还可以再等我5年。我突然有点同情文学。但下一个你底下又有一个目标，又是跟文学有关的，所以稍微感觉有一点矛盾。哪一个是跟文学有关？是不是什么非虚构写作？这个你要不要聊一下？我的非虚构写作指的是什么？我写时装类的评论也叫非虚构写作，写文化类的、生活方式类的随笔也叫非虚构写作，公共表达观点啥的也是非虚构写作，这些都其实是服务于我做 KOL 的。而我想做的，我一直幻想中自己成为的纯文学的那个人是一个小说家，我现在其实暂时把写小说这件事情搁置它。对，是这个意思。好的，那你继续帮我们过一下你其他的26年的大方向吧。我写了一个叫做少输入多输出，因为我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在家会拿一个 iPad， 每时每刻都在放视频。哪类的视频？有时候会看一些无聊的剧、电影，有时候会看一些访谈类的东西、有观点的东西这样子。但是这样就导致我的脑子一直在接收。后来我的 iPad 坏了，我现在还没有买新的。我发现很可怕，就是我就会把手机开播客，你需要背景音，对，我就随时在听。一方面是我需要背景音，另一方面我总觉得我在闲暇时间应该听一些东西，我总能学到点啥。就你不能让自己完全空下来。对，我以前是这样想，但我发现这种输入是完全没有效率的。我可能当下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但我在化妆，我在洗碗，我也没有去把它记下来，飘过就过了。我就觉得我脑子里堵了很多东西，却没有把它整理成一个我真正掌握的知识或者理论。这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少输出。我觉得现在人应该都会有这个感觉吧，刷太多的视频信息的那个有脑雾的感觉。你会吗？首先我没有像你这样一直需要听东西或者一直需要看东西，我对于空白还是蛮可以接受的。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共性就是我们的碎片化的信息特别多，这些碎片可能有一些是非常有高光的，有一些也是非常有启发的，但是因为速度快加上确实很零碎，它停不住，它可能就划过了，可能未来某一天它又飘出来，但这个东西形成不了任何积淀，它是一个很即时的东西。这个对我们潜移默化有没有帮助？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一直听，你总归能学到什么。我相信还是潜移默化是有帮助的，但是效率会很低。没有被沉淀之后，这样一个很大的这个很松的渔网去捞鱼，最后捞到什么其实不好说，可能全都漏走了。我就跟你完全不听、完全不学习、完全不吸收、完全没有输入，还是有区别的。可能捞到的东西会是80%，我觉得可能会漏掉。我想减少的就是这种随时随地都在接收东西，但没有把它给系统化的这样一个行为。所谓的多输出，指的也不是说我要去不停的跟别人灌输观点，不停的发表文章，而是说我看了一本书，我讲给一个朋友听，在讲的过程中，这本书才真正进我脑，有点像费曼学习法嘛。是的，就你懂得怎么讲给别人了，你就会真的会了。对，甚至可能我写到了纸上，也是一种意思。其实跟我们做这个播客的初衷还蛮像的，因为我们经常是在一起聊天，聊各种的观点、各种的心得、各种的洞察。但是如果我们不坐下来把它形成是一个播客，其实聊完也就完了。但如果我们把它坐下来，按照播客的思路去梳理一下，然后看看有哪些是真正沉淀下来有价值的，不仅是比如说今天听播客的人可能会受到一些启发，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沉淀和输出。所以我发现你2026年的方向真的是非常的事业导向。我每年都很事业导向。对，其实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来说，你还是非常非常的事业导向的。你甚至没有看到一些特别个人向的
或者是比较休闲娱乐向的目标，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事业导向。这是你故意的吗？还是你无意识的写出来的？这点可能不能以自由职业者来规定，而是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事业的人。你有很多非事业的吗？我2025年肯定是有很多非事业的，我今年就是相当于是过度进入到了一个不上班的状态，我还是在寻找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去更舒适，或者是我算是一个过渡期和探索期，我没有想给自己一些非常具体的目标，因为现在说任何的具象的目标，比如说粉丝数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我觉得都不切实际，都没有任何的基础可言。所以我2026年的大方向是让自己静下来。OK， 学会第一个我想给自己立的就是学会说没有办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上周去了一个活动，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个媒体人，就是周轶君。在这个活动上，大家在讨论一些议题，比如说我想做的内容并不是当下流量所追逐的东西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们所有在生产内容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要不要被算法绑架，或者是我遇到平台的这种束缚，我该怎么办？那周轶君在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很坦的说那没有办法。当时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是很受触动的，因为他不是用一种沮丧的，或者是抗拒的，或者是负面的态度说出没有办法，他是很从容的说出那没有办法。这在我看来是一句非常强大的回答，因为上一期说过，我觉得我是一个工具人，在职场属性里面，我一直以来被训练的，甚至我要求自己的，我要交付，我要有效率，我要提供解决方案，我要完成 KPI， 我怎么能说没有办法？我一定要有办法。这个是给自己的常年的一个训练，我永远在想解决方案，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问题，甚至是朋友来找我聊天，我也是不断的在抛解决方案。遇到一个问题，我就会跟自己说一定有办法的，只是我还没想到这个办法。但是这在我现在看来，可能是我的一个工具性。我习惯了作为一个职场工具人，我就是有义务要提供办法。但这个世界是有一种叫做成熟的接受。当我回归到人，回归到对世界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我应该很清楚边界在哪里。会有事情是没有办法，可以从容的去承认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未来我能学会去说没有办法。那我想问一下，首先是当时你们活动现场的语境，当他说了没有办法之后，还有人在追问他吗？我觉得没有，因为他说出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自洽的状态。他当时的例子是说他要去做一个非洲的纪录片，那么关心这个话题的人和市场并不是非常多，在当今的短平快的媒体的和流量的这个环境下，可能预期都不会是非常的成功。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决定去做了，做出来不成功也就不成功了。但是如果我确定这个是我想做的，我不会再去绞尽脑汁的去想说我要怎么能够把一个可能流量不是那么喜爱的东西变成一个大爆，他可以接受这件事情。感觉这个没有办法的背后是你不要想象既要又要，不要想象每一个选择你都能得到，有时候就是只能选一个东西。你就做吧，别想着有那么多那么好。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很强大的感觉，是了解自己，也了解边界。了解自己是我知道我现在很坚定的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这个边界就是没有办法的边界，那我也不去强求了，也不折磨自己。我觉得我还做不到，我真的是做不到。我回想了一下，我没有说过没有办法，我永远是在说，但我再想个办法。我感觉就你个人的案例来说，你学会这样也是让自己的某一些 APP 关掉。就假设你是一个手机，我觉得你同时跑很多个 APP，像你刚刚说朋友来问你他的事情怎么办，那你就是又开了新一个朋友问题 APP。你现在说没有办法，其实你是把某些 APP 给关掉，让自己的能量或者电量转到你更想转的事情上。对。但是我为什么把明年都定为整个是一个过渡的年，是因为我预测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变成那个可以很从容的说没有办法的人。我可能还会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纠结。
好，我第二个目标是写说我要回到一个深度输入的阶段。来 define 深度输入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多看书。你看的书还少啊？还是距离我个人的目标，我觉得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能有非常大块的时间来看。你现在一天花多少时间看书？或者每周花多少时间？我今年如果看购物清单的话，我今年大概只买了20多本书，这个是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就一年只有20多本。你都看完了吗？且并没有都看完，因为我今年大部分时间还是一个工作状态，我感觉我的脑力并不是在一个很最强的状态去看书，所以我的书籍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就好像人吃东西，如果你压力很大很焦虑的时候，你加完班你很想吃的宵夜会是重口味的，烧烤、小龙虾什么辣的。看书我感觉有点类似，当我的精神是很紧绷的，我是已经被工作消耗了很多的时候，我看的书可能也会是一些相对重口味的书。比如说我今年的一个很大的关注点就是中东跟阿富汗，我看了非常多这类的书。就是这叫重口味啊？因为它在知识层面是非常猎奇的。因为这个是完全我们日常不知道的，所以它一直有很强的这种苦难的冲击，它一直在冲击你的固有的价值观，它的冲击性很强，所以它在我定义来是重口味的书。那我能不能还有心思静下来去看一些更平淡的，甚至是散文类的书？这个是我在工作把我的心智全部剥夺的情况下我没有办法看的。我希望今年我能看更多的书和做更多的输入，就好像你说的，不要去听那么多的背景音。当我要输入的时候，我就是扎扎实实的在输入，而不是顺带手的输入。我相信不上班以后，这个目标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那你现在有某一本今年已经决定要开始看的书吗？还挺多的。什么方向呢？我最近还是打算多看一些印度相关的书，奈保尔他写的，因为我已经开始了他的印度三部曲，我已经看了1本了。我去过好几次印度，对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家背后的文明我还是蛮感兴趣的。因为中国跟印度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文化跟文明的国家，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印度的关注度其实不够。我觉得有很多我很好奇但是可以深挖的东西。好的，你的轻重口味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果然人是不一样。另外就是练习沉淀，我想减少一些即时表达或者快速输出。刚才你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观点太多了，人人都可以有观点，观点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值钱的东西。我看到任何的一个什么真人秀或者综艺或者是节目，马上大家就会沸沸扬扬的全部出来观点。一个真人秀出来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引申。我想减少类似这样的表达，我想减少我自己去做这样的表达和即时的反馈。可是你之前有做很多即时表达吗？大脑里面的也算，就比如说我看了一个节目，我可以马上就说其实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反映了一个什么社会现象。它只是一个节目，我想去做接下来做的就是一些可以有上下文的东西。如果我要输出，我将不会再是一条短的小红书笔记，或者是一条朋友圈，或者是我突然发一段话给微信上的一个好友。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停一下，有上下文的去梳理一个输出或者是表达。其实播客也是有上下文的，播客它的体量它的时长在这里，它可以容纳一些相对复杂的议题。那像长文也是一样的，可以容纳一些相对复杂的议题。很多时候简单是一个陷阱，就是短平快其实是陷阱。很爽的东西就好像重口味的食物一样，它不是特别的健康。我自己感觉这1-2年好像长内容要回来了，可能因为大家也意识到我们已经一直在吃零食和吃垃圾食品，那现在又有一个思想上或者是精神上的回归健康饮食的需求又开始冒起来了。你说是不是人类的本质就是轮回？就人家都说时尚的本质是轮回嘛，其实我发现所有的，包括你想要短信息还是长信息，都是一种轮回。我不觉得是轮回，我觉得是一个纠错。过去在编辑和专业的
创作者主导的一个输出的时代，普通人没有机会输出，因为门槛太高了。短视频也好，社交媒体也好，微博甚至小红书也好，它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把这个门槛拉低，人人都可以在现场，我很享受人人都可以表达的世界，而不是被编辑垄断的一个世界。但是基于人人都可以表达的时候，我们又回来去渴望说我可能想要一些深度的东西，因为切片没有上下文的时候很容易被误解。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渴望一些深度的，或者是慢内容或者长内容的，是因为我们有一点厌倦了被误解和你这是一个我没想过的角度，但更多来说我还是觉得大家只是吃腻了零食了。创作和吸收长内容和复杂的内容和理解复杂的议题其实是有门槛的，不是说我刷腻了短视频我可以立刻去理解一个复杂议题。那也是，但我觉得这一方面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少输入多输出，虽然我们表达方式不太一样，但其实我们想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有一些无效的，不管是输入的还是输出的东西都想减少它，反而是想转入一些更长远一点的有深度的。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暂时没有一个博主的身份在身上，我想象中我可能对于克制表达上面会比你更容易做到。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相对量，比如说什么是肤浅，什么是深度，什么是多，什么是少，在自己的基准上去调整就好了。我还有一个目标是建立适合自己的村上春树作息表。老演员了，但是因为我现在不上班了，那当我上班的时候，我的时间表是相对好管理的，这个大家不用讲，大家就知道。但是当我不上班之后，我不想我自己陷入一个混乱的状态。当然大家都知道村上春树他是一个魔鬼的作息表，我肯定是做不到这样子。你要不要先具体的介绍一下村上春树作息表是个什么东西？好，那其实村上春树的一个作息表是他曾经自己说过，说他要去写作的时候，他会每天都早上是4、5点钟就起床，他会工作5到6个小时，他下午的时候会去跑步10公里，或者是游泳1.5公里，甚至有时候他2件事情都做。在这之后他会读书、听音乐，9点钟准时去睡觉，每天重复这种作息，从不改变。作为一个职业的作家，他通过这样严苛的一个时间表来帮助自己达到有效率的产出。那作为我一个接下来都不打算上班的人，我也需要去探索和找到属于我自己的这样一个时间表，来帮助我无论是做深度的输入也好，做有沉淀的输出也好，来形成一个规律性的作息，但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把它完善下来，所以今年2026年这一年我会去探索。因为我在过去的上班的时间，尤其是过去这一份工作的这7、8年里面，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早上开会晚上开会的时间，这个影响到甚至是我不知道我礼拜几可以去上瑜伽课，因为我有可能我礼拜3这节瑜伽课我很想上，但我礼拜3就是要开会，那怎么办？太多的被动选择，太多的被动被支配，其实非常消耗我作为一个人的对生活的热爱。我非常理解你想要定这样一个时间表。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你刚刚从职场或者上班状态回到自由状态的时候，时间表是很必要的。但我可以提醒你的一点是，也不要太被自己达不成时间表而觉得很沮丧。对，或者说你很想有一个掌控欲，比如说我的时间就应该是我自己的，我今天决定了什么。但生活中一定会有一些突发事件，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突发事件出现，去打乱你的时间表的。这个过程中，你要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隙。是的，其实我已经让 GPT 帮我写了一个时间表了。这个时间表我跟了1周，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就会跟 GPT 说，我观察到我做不到。我早上没有办法10点钟去做瑜伽。我早上10点钟是我的喝茶时间，唤醒我自己的时间。GPT 就会帮我再调整一版。所以我想这种不断的规划和不断的调整的过程，如果持续个几个月，我应该可以达到一个相对可持续和可以做到的情况。我可不可以理解，其实你想要时间表，它不是时间表本身不是目的，你只是希望自己不要松散下去，虚度时光。也许你过了半年，
依靠时间表的生活，你发现你这个人已经可以把不上班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了，你也未必就要有一个表。从我的性格来说，我很难虚度时光。它其实是平衡的，既不让我陷入到无所事事，也不会让我陷入到因为没有人规限我了，那我就完全的去投入一件事情里面，无节制的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意思。它可能就是多元化的去平衡一些生活中的模块。好。然后我还有一个小目标是去打造一个工作室。哇哦！等一下，你先界定一下你的工作室。据我所知，不是指人家想象中你开一个公司。不是，其实是我想要一个属于我的精神空间，在这个里面我可以做我精神上面非常向往的事情，比如说阅读，比如说写作，比如画画，比如弹琴，比如练习书法，所有的包括泡茶，就是在这个精神空间里面去完成，可以跟我的日常的生活、吃饭、交友、遛狗稍微做一个区隔。因为我原来是有住家加办公室这样一个空间的转换，我不上班之后，我在空间上面没有这个转换了，我稍微觉得有一点不够。所以你这里指的工作室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可以像是一个大书房，但是它不仅仅是看书。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家就是帕慕克，他是土耳其人嘛，我羡慕他的办公室。我非常羡慕他的办公室。对不起，我不要脸了，我高攀了，我登月碰瓷了。你说说。大家都知道伊斯坦布尔的地理位置是什么？它是横跨欧亚，他的办公室一面窗户是看到欧亚的这个海，他另外的一面墙全部都是中国的山水画。这个办公环境里面，他既看到了欧洲的、亚洲的实实在在的大海和陆地，又看到了中国文人的精神的山水。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精神空间，它有一个物理承载。如果他这个办公室是在一个写字楼，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对，所以我很幻想自己也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精神空间。它在物理上面是可以促进和启发，甚至是鼓励你有更好的精神活动。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事情了，因为它涉及到经济，涉及到实实在在的去布置，实实在在的去打造出来一个实体的东西。那我把它放在2026年的目标中，我看看能完成多少吧。我发现你要一个时间表和要一个跟你生活区隔开的精神空间，都是一个人刚刚不上班之后会寻求的东西。听你说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些东西我也追求过，但我现在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划分。你不羡慕别人的书房或者工作室吗？有，我羡慕欧基弗，就那个画家，他在新墨西哥的大荒漠里有一个工作室的房子，玻璃窗外面对着就是沙漠。他在那个时期画了很多沙漠和沙漠里的动物骨头的画作，我每次看到那个图片我就好向往。可是我后来的发现是，如果我真的有实力得到了这样一个工作室，可能我用个3年我会腻味，我又会觉得它不够好了，或者它不能给我启发了，我又会想换。所以大概是因为我意识到这些东西不一定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我可能现在更寻求的是我怎么样调动我内在的一个开关，就让我从生活转到工作，工作转到生活，而不是我要物理上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我希望自己能做到你去到哪儿你都能行。比如说我今天出差，我就要在酒店的房间即刻能写下一些东西来。这个不就是上班人的状态吗？是，可能就是我不上班久了，是不是？我就又觉得我还是不能丢掉这种能力天天背着个电脑到处写 PPT， 这个对于牛马来说没有任何值得向往。对，现在我又重新向往，对，就有一点反过来了。对，我们两个现在开始互相，那挺好的，挺好的。没了，我其实明年的方向刚才说的都是让自己能够静下来，能够定下来这样的一个大方向。我不着急去输出和不着急去流动，因为身份的转换还有状态的转换，我相信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流动了。对，我跟你完全相反。
我在这里写的，我26年的大方向是打开来。哎，是，对，是跟你完全相反。我们是挺好的，因为我们这样的其实还可以互相学到很多东西，至少我可以向你学到一些东西。我为什么说打开来？包括我说我要去学视频这个东西，我们刚聊到一半。我举个例子说，我刚入职那家媒体公司的时候，一开始想说编辑他都是擅长去思考观点落在文字上做策划，但我在整个团队里比较特点的是我有很多视觉表达的东西，我对排版特别有想法，我对照片特别有想法，等于是你有2个技能融合起来，最终造就了我成为了一个时装编辑。我可能说，为什么我一直写不出小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做成一个好的 KOL？ 会不会就是因为我没有拿另外一个东西一起刺激我一下？所以我现在就决定打开自己，我先去找一个别的东西来刺激我，给我一些灵感，说不定在我的主线的那条路上的东西能做得更好。这个别的东西是视频，还是说不限于视频？因为我想写目标的时候写的具体一点，所以我就把视频写下来了。但实际上还会有更多，可能我会去学一个跳芭蕾舞。原来我幻想中的芭蕾舞就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柔美，非常的有韧度，这样。但其实芭蕾舞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它要求你是要去练肌肉的，它练下来最后每个人的肌肉线条都是非常的扎实的。而且它在这个都是女生的 community 里面，它有获得了很多的互相 support 的东西。对，不一定芭蕾，也可能我去学现代舞，我觉得都挺有意思。我前2天看到一个词叫具身性。哪3个字？具体的具，身体的身。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我们认为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身体是分开的，就像你把你的思维、你的脑子上传到一个机器，你就用你的意识的状态永生下去。但具身性是说，其实你的思维跟你的身体是绑定的。我一直是坚定的相信这一点。是这样的，是吗？他大概就说，有很多作家喜欢散步，散步的时候你脑子就自动开始思考一些事情了。那你要利用具身性，你利用你的身体的一些训练或者固定的动作去启发你的脑子思考你想思考的事情，有点像你说的，你需要一个空间去让你的脑子能够沉浸下来做你的输入输出。那我现在过了要一个空间和一个时间的阶段，我现在想要探索就是用我的身体去调动我的脑子思考的阶段。遛狗遛狗是一个非常活在当下的动作，你在遛狗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办法去 multitask 的。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多线程处理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冥想很难？因为你冥想的时候，当你不做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思绪层层叠加，一直有各种思绪，你很难活在当下。但遛狗是一个绝对通过身体和小狗来逼你就是时时刻刻活在当下的一个行动。我们没有办法在遛狗的时候同时去做，包括听耳机或者打电话或者想走神，是不可能的。因为狗出门是要嗅闻的，它的嗅闻就是它在探索它的世界，但是我的目光就是被它带着走，就是此时此刻，绝对的此时此刻。遛狗1个小时是绝对你活在当下的1个小时，它其实是个思维训练。是，理解。当然我说的那种可能跟活在当下有点区别，是通过你的身体调动你，比如说我高强度的舞蹈可能会调动我的一些更好的意志力，或者我对所谓优雅的感知会不会跟我看着一个时装视频对优雅的感知完全不一样的，我可能是想做这种方面的实验。村上春树不是还跑步10公里吗？他跑步其实是为了身体好，是不是？还是为了啥？如你刚才所说的，以及我一直坚定相信的，身体跟精神是高度绑定的，并不是说他跑步为了身体好，你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才会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只有你很健康和你身体的状态是好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有更多的 positive 的想法。也是。好，那我们的新年计划也就过完了。开始录这一期之前，我是真的没有想到2个不上班的人能够就什么制定年度规划和年度回顾聊这么多的点出来。其实现在想起来，对于不上班的人来说，
做总结和做规划反而尤为重要。对，我自己感觉是那个古老的智慧说的取其上者得其中，就是如果你年初都不给自己拎清楚一些东西，你整年就会跑得更偏。可能你还是会跑偏，但总归主要为什么会跑偏，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推动你往不同的方向推和拉。如果我们自己不提前把一个大方向定一定的话，可能很容易被拉到完全想不到的地方去了。是的，有必要在时刻拉回，甚至我觉得年终总结都不够。其实周报、月报、季报，起码半年报你还是要有一个，不然你跑偏了以后再慢慢的拉回来，你的时间成本是的。其实制定了这个1年的 flag 之后，时不时还是要看一下，我真的有在做这些事情吗？我走到哪了？我的进度条到哪里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东西，也希望前面我们聊的细项里有一些大家听完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或者是有一定启发的东西。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醒，到了这个年末年初的时候，还没有做回顾的，还没有立 flag 的，可以开始想起来了。不要立在脑子里，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并且经常去看一看，大家 check 一下进度。好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新年计划，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之后有什么想听的话题、想探讨的方向，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上班的人的小感悟。好，记得订阅我们，谢谢。好，那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啦，拜拜。拜拜。